大家好，欢迎来到月球上的喵，我是 Mina。上集影片和大家分享到，因为长洲岛上不成文的规定，我被迫无奈入住当地最盛名的猛鬼住宿东堤小筑。这里还没看过上集影片的小伙伴们，可以先点击观看上集影片哦。小姐姐关上路灯，闪烁正对面的那间房间后，我拉着行李，一边强装镇定，一边飞快地往前走，想赶快离开这个阴森又诡异的区域。走到巷子前端大门时，我的心跳总算缓了下来。这里比后面的房子明亮一些，但一样是要通过老式公寓的楼梯才能到达房间。我一走上楼，我又傻住了。其中一间房门口直接贴着一张符，然后房门是用铁链一圈圈的捆起来的，简直诡异到不行。这时候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在尖叫，但我知道我已经别无选择。小姐姐打开房间门，还没等我走进去，她便自己进去打开了所有的灯，重点是她连电视都一并帮我打开了。然后也不知道出自于是什么原因，他把电视音量开到了最大。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担心我害怕。见我不出声，他告诉我这已经是最亮、最靠近大马路旁的房间了。如果还是不满意，他只好退钱给我了。我心里打量着，好吧，至少这间房间是小姐姐敢走进去的，怎样都比刚刚那间好多了。我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然后卯足勇气走了进去。果然不出所料，一进到房门而已，我立马晕眩。这里先说，因为我体质有小小的敏感，所以只要在异常的磁场内，我通常第一反应就是头晕。小姐姐在离开前还提醒了我，房门记得要锁好，有什么事一定要打电话给她。不说还好，这样一说把我弄得更紧张了。小姐姐一走出房门，我二话不说，房间有几道锁我就锁几道锁。其实入住这家旅馆前，我朋友就已经提醒我，如果真的别无选择要入住东堤，那就千万别上网查这家旅馆的新闻。可是对我来说，这根本就是此地无银300两的提醒啊！众所皆知，好奇心会杀死喵，刚好我就是那只喵。小姐姐才刚离开，我就手贱在 Google 上打了东堤小筑，然后按到新闻版页。我只瞄了一眼新闻标题，我就已经头皮发麻，立马陷入手贱的深深懊悔中。于是我就一直开着视讯，不准我的朋友挂电话。但在视讯的时候，我手机镜头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照着我自己，生怕一不小心乱照就会照到什么好兄弟。说来仔细打量了这间房间，格局也真是奇形怪状到一个不行。这里我照着我印象中的房间画了一张平面图，让大家更容易了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住过这样的房间旅馆？房间内有张双人床，双人床的一侧前面是对着电视的，这很正常。但是呢，床的另外一侧却是对着一条长形走廊。对，你们没有听错，在我房间里有一条又狭小又阴暗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扇门，我完全不敢靠近，也完全不敢走去开那扇门。由于走廊的尽头是一扇门，这里如果人躺在床上睡觉，这样像什么？对于有传统观念的人来说，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脚朝门为死人位，这在风水上是非常不吉利的。这样的说法由来是因为棺材尾朝大门，在传统观念上，只有尸体和将死之人才会把脚朝着大门睡。这些林林总总加起来，不由得让我想到，这里发生那么多不幸的事情，是不是也跟这一栋建筑本身的风水以及磁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风水这种东西嘛，有时候还是宁可信其有，所以我下意识的把一堆杂物和枕头堆到了那一侧不吉利的位置。
可能因为看过太多电影的恐怖情节都是出现在浴室洗澡时，比如上集提到的经典电影《惊魂记》的女主角就是在洗澡时被杀害的，所以我用了霹雳一闪的速度洗完了我人生中最快速的澡。雷の呼吸1の型霹靂一閃3分钟洗澡完毕。洗完澡后，因为不想待在房间，我便出去了。一打开房门，看到隔壁房的房门也开着。透过铁门，我看到一名身材健硕的中年男子裸着上身正在抽烟，他全身都是彩色的图腾纹身。我瞄了他一眼，他看向我，结果我拔腿就跑，直接奔下了楼。我战战兢兢地走着，有些路段真的很暗，在那些很暗的路段，不管听到什么声音，我都会假装没有听到，甚至其实我清楚地听到身后有清晰脚步声，我都不敢回头确认，到底是人还是好朋友。就这样，我终于安全地找到亮着路灯的路边摊，吃完后我便独自一人走回了旅馆。路上有零星的几个游客，看我走向住宿的方向，都在窃窃私语。回到饭店，我一盏灯也没关，就准备就寝。夜深人静，海边的风变得格外清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房子老旧的关系，风一直往房子里面灌。此时，风在房间里面形成了类似于女人的哭声。但躺在床上，我越听越觉得这个声音不对劲。风声渐大渐小，风声形成的哭声，这一点我能理解。但仔细聆听，会听到这里面夹杂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人哭声。那个声音和风声是不同的，它透着一股凉意，听起来特别悲凄。更可怕的是，我尝试区分它和风的声音后，发现了一件事。那一个女人哭声是集中在固定的位置发出的，那边没有窗户，没有缝隙，更没有任何物品，因为声音的来源就是房间里角落的天花板。我把我身上带的所有平安符都拿了出来，保佑保佑，千万不要让我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你们可以想象，我就握着平安符，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的那个位置，直到我终于有了困意。突然，住宿外传来几声笑声，我拿起手机，现在是半夜3点半了，怎么还有人在那边喧哗？于是出于好奇，我打开窗户望向街道，奇怪，没有人啊。但是我还是听到稀稀疏疏有人在打闹和大笑的声音，于是我便起床爬上马桶，踮着脚从马桶上的小窗户望出去。因为小窗户能开的缝隙并不大，所以我并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我隐隐约约看到了几个穿着校服年轻人在那边嬉闹。转眼的功夫，他们就消失在了我的视线，周围又回到一片寂静中。到现在，其实我还是不能确定那几个年轻人到底是好兄弟还是人。回到床上，我突然起了全身的鸡皮疙瘩。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天花板哭声传来的那个位置，一直有什么在盯着我看。声音还是一直持续，没有消失。被凝视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只是我一直假装都没有感觉，也不去看它。那时候是正值6月份夏天，但我的房间冷到一个不行。那种冷是深入骨髓的冷。我握着我的护身符，让我的朋友开着视讯，不准挂电话，以防万一。至少还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折腾了好久，我终于睡着了。但在半夜我已入睡的时候，突然，睡眠中的我无意识地大叫了起来，叫得非常惊恐，非常悲惨。这还是在我离开岛上后，我朋友才偷偷告诉我的，因为我完全无意识，我在睡觉时有尖叫过这一回事。我朋友说他还尝试在电话那一头叫了我好久，但我始终没有回应他，结果把他吓了个半死就有。对不起。就这样一路折腾到了早上，
我自己觉得我并没有睡到深眠，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浅眠、很容易被惊醒的人，所以对于我半夜尖叫事情，到现在我还是百思不能其解。天亮后，我立马拉开窗帘，让阳光透进房间里。洗漱好，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向房间里的那个小隧道，打开门。我的天！整晚的恐惧与崩溃直接被眼前这一片蔚蓝的大海疗愈了，深深感悟，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就这样，我一早就去 check out。小姐姐看到我平安无事的办理了退房，她也松了一口气，还对我说欢迎下次再来玩。活着真好。早上我在岛上吃了东西，逛了逛，就直接去码头买了船票，准备准备结束这一次难忘的旅程，回归到人间。后来我有发现，那个我原本想租他们住宿却不租给我的路边摊小弟，其实有在租房 App 上私讯我，主要是关心我最后有没有找到住宿，以及我是否还平安的活着。后来我回到香港后，开始查询与细读常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入住东堤小竹。因为撇开灵异事件以及那逃出绝命镇的氛围，东堤小竹它那面海的位置，其实对于去度假的朋友们来说，还算是挺不错的。不过不查还好，一查那边的案件，一件比一件令人发毛。网络上还有不少旅客在那边遇到好兄弟的发文与传说，我有看到有不少人提到入住东堤小竹后遇到其中一件诡异事情，就是睡觉睡到一半，房间内的电视都会没来由的自己打开。现在这样想起来，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带我入住的小姐姐会一进房就预先帮我打开电视。总的来说，岛上所有的自杀事件主要都还是集中在东堤小竹。当然，除了自杀事件，也还有一些命案，案件到目前为止也还在持续不断的增加中。资讯和案件太多，在这里我就不一一阐述了，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己上网查阅。但是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件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的事，就是我为了做这一期节目上网查了一下资料，我发现小姐姐给我的房间全部都是出过事情的啦。看到照片时我又鸡皮疙瘩了。小姐姐原本要给我那间房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上一集我提到的那一间诡异闪跳路灯正对面的那一间小房间。我查了新闻，照片上居然拍出仙体躺在那间房间内的照片，难怪当时我脑袋会发出警讯，不让我踏入房内。到这里还没结束哦，最后我入住那间房间，大家看到了吗？这张照片我觉得我就不用多解释什么了吧。最后就是那一扇我半夜爬上去偷看是谁在那边嬉闹的小窗户，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新闻稿上居然还特写了那一扇窗户。我只能说万幸当时的我没有白目到点进去细读这些新闻，不然搞不好那个时候我半夜真的会跑去跟船夫们一起席地而睡。最后想要提醒自己出门旅游的小伙伴们，尤其是女生，在出发前一定要做好功课跟订好饭店，以免跟我一样落得没得选择的地步哦。好啦，听完我故事的喵友们，你们会不会也想挑战一个人去常州朝圣一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与分享。单身女孩不能去的岛屿在这里就告一段落咯。如果喜欢我分享的真实经历，觉得影片也做得还不错，想要支持我频道的朋友，欢迎按下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与订阅。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喵不。